我家京城原本是天庭的星君，意外弄坏紫薇大帝的星盘，被贬至人间，需要改变别人的厄运，收集功德之力，修复星盘，才能重回天庭。此人命星沾染斩子煞，6年前女儿被毁，3年后将死在寻女之路上。你说的不对。龙华，你是不是一直在找你的女儿？你是算命的？我是星象师，可算天下事。那你有没有算到？我今天白天刚把一个招摇撞骗的算命师送进了衙门。我如果算得不准，不收钱。哦，那你算算看。你女儿是因为你的疏忽才被人拐走。你真的能掐会算？罗大哥，你别激动，你以前攒银子让街坊帮你找女儿，他说不定认识那些街坊，听过这些。那你可曾对街坊说过，你是为了方便买酒，把你女儿放到街边，之后又跟酒肆的老板娘闲聊，把女儿抛之脑后，这才让你的女儿被人贩子拐走。哎，罗大哥，没想到你女儿丢失，竟然是因为你自己啊！罗大哥，我们还以为你小孩是贪玩走丢的，你嗨！我后悔呀！我当初去买酒的时候为什么不带着他，把他一个人扔路边？我为什么把他一个人扔在路边？我为什么？但是这些我没有对别人说过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是从星象上面看到的，你的命星沾染斩子煞，致使你女儿命运凄惨，而你也会受到牵连，导致惨死。大师，你别吓唬人啊！罗大哥年轻气盛，怎么可能会死？不，我相信大师，你说怎么办？找回女儿，消除命星里的斩子煞，便能改命。可我女儿到底在哪儿啊？大师，我女儿5岁丢失，我找了她6年，但是一点线索都没有。大师，我女儿5岁丢失，我找了她整6年，什么方法都用了，到现在为止一点线索都没有啊！大师，如果说你能帮我找到我女儿，我愿意把我身上所有的银子都给你，我还有2处宅院，我都给你。罗大哥，你冷静点，即便你全给大师，大师也不一定能帮你找到女儿。冷静点。你女儿在宁顺县西江山的北竹村。北竹，我现在就去北竹村。且慢，你命里沾染煞气，此番定不会顺利，甚至还会丢掉性命。我跟你一同前去。大师请。大师啊，这村子这么大，我女儿到底在哪一家呀？你的女儿马上就会出现。马上？这大半夜，一个小女孩怎么可能出来溜达？我们还是等到明天天亮，再挨家挨户的问问吧。3、2、1，站住！是婉婉，是我女儿，是我女儿。这女孩长得跟罗大哥真像，一看就是妇女。哎呀，罗大哥找了女儿这么多年了，总算可以团聚了。别跑！龙华命星的斩子煞气爆发，他们可能团聚不了了。大师，罗大哥和他女儿之间的距离这么近，怎么可能团聚不了？强子，快来，我们抓到你媳妇儿了！我剩你跑，你是我买回来的童养媳，竟然敢跑！都当人媳妇儿了还跑呢？当我们村里人是摆设呀！要不是强子买你花的钱多，早把你打死了。你记住，你是我花钱买来的童养媳，这辈子都没人能救得了你。畜生，我女儿才11岁。大师，你不要拦我，我要去救我女儿。你就这么冲过去，那些村民会让你把人救走。大师说的对，我们就这么冲过去，不仅救不出你女儿，很可能也会把我们留在这儿。大师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龙华，只要你不说你是来找人的，
再善用你的身份，你就可以带走你的女儿。我的身份？我明白了，谢谢大师。走！喂，我说，你们干什么呢？一群人欺负一个小姑娘，还要不要脸？我教训我媳妇儿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你们谁啊？来我们村干嘛？救我！救我！我是府城药材铺的东家，我姓罗，我是打算买下你们村里那片山来种植药材的。有人买我们山了，隔壁村被县城里的一个掌柜买下一座山种药材，全村人都发财了。罗东家若是买下咱们村的山，咱们岂不是要发财了？不对，罗东家，你说你要买山，为什么不白天来，而是在大晚上来？来的路上马车坏了，这修车呀费了些时间。那你为什么还带个姑娘一起来？这位大师是位心想师，是来看这个山的财运，来看买下这个山能不能发财。这么年轻的大师，怎么可能会看山运？山运基于悬空飞星，以坐向定盘山星主山旺衰配型来推算，我自然会。大师，失礼了。这山路不好走，我给您带路。不必了，今天太晚了。而且，你们村里有些人能把一个孩子打成这样。大师，还请您看一下这个孩子有没有事。如果这个孩子死了，那肯定会影响这个山的财运，到时候这个山就没有买的必要了。我能先看一下这个小女孩的情况吗？不行，她是我买来的童养媳，我把她打死就打死了，谁也不能看她。小子，你想挡全村人财路是吧？让开！大师您请。这孩子皮外伤严重，肋骨还断了2个，内脏都有损伤，若是不及时送到医馆，怕是活不过今晚。送医馆？不可能，我家哪有钱给他治？他一条贱命，怎么配到医馆治疗？罗东家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不买他们村里这个山种药材了，我们去别的村里面看看。行，我们送他去医馆。但是这天黑了，山路不好走，我们还得准备马车呀，还有那个……不用麻烦，我们的马车就在这儿，让车夫拉人过去就行。那麻烦您了。正好，我也准备回城里。你要回城里？那你的意思是不买我们村的山了？诸位乡亲，我是肯定考虑买你们山的，只是今天太晚了呀，我也好回去休息。这样，我让我的管家留下，你们给他安排一个住的地方就行。行，都让开，给罗东家让路。罗华命星的子女星煞气消散，命运已改。恭喜星君扭转一个人的命运，点亮侥幸星。罗先生，小姐的药已经包好了，接下来让她好生休养就可以了。多谢大夫，谢谢大师，如果不是您，我恐怕也见不到我女儿了。您的大恩大德，我没齿难忘。这是600两银票，请您务必收下。好，那我再帮你一次。帮我什么？你女儿5脏6腑暗伤严重，大夫根本就治不好。我可以用星宿之力将她治好，日后也能健康生活。好。谢谢姐姐。多谢大师。罗大哥，衙役他们来了。是你要状告北竹村村民拐卖虐待你女儿？是我，那群刁民差点要了我女儿的命，而且我留了人在那收集证据，等会儿去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得我那盐水水粉啊，那盐水水粉啊，得我那盐水水粉啊，那盐水水粉啊。
此人夫妻星沾染桃花煞，所遇并非良人，不出2日便会因情失手杀人，而后自杀。你近几年的运势都不太好吧？大师，我不算命，我没钱付挂金。我可以不要你的挂金。那我也不算命，我不信这些，你找别人吧。别人可没有你命运悲惨。你16岁遇到一女子，把树修给了她，自己从书院退学之后就做短工送货供她读书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从16岁起就送货做短工赚钱，供10万念书。我从星盘上看到的。从这个圆盘上看到的？怎么可能？别忽悠我了。我还看到了你给他买了镯子，准备向沈婉提亲，对吗？这件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这件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你真的能从这个星盘上看到别人的命运？嗯。那大师，您帮我看看，我和沈婉成亲后有几个孩子？沈婉她拒绝了你的提亲，你们没有成亲。不可能，她一定会答应的。我对她那么好，她也说过，念完45亲之后就和我成亲。2个月前，她已经答应了别人的提亲。不可能，沈婉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我带你去看看吧。看到没？婉婉身边只有她一个人，没有别人。嗯。这……嗯。这……他竟然真的跟别的男人抱在一起，然后一言不合打起来，失手杀人，切勿冲动。难道我就当个绿头乌龟，什么都不做吗？陈川，你只需要跟沈婉分手，你夫妻心里的煞气便会消散，你的命运便会因此改变，而且还会和好。可我不甘心，我对沈婉那么好，她怎么能这么对我？那个男人长得那么丑，看上去比你大几十岁，你选择他，辜负我。他相貌是不好看，年龄也大，但他有2个田庄，他有很多钱。钱？对。不过就算没有他，我们也早就不合适了。我如今是学堂里的才女，而你不过是个打短工送货的，将来又没什么出息，你早就配不上我了。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呸！利益熏心，某不屑配你。陈川夫妻线的煞气消散，命运已改。多谢大师，要不是您，我不知道要被沈婉骗多久。不过，我确实没有挂金能给您，要不我请您吃顿饭吧。心意到了就行，吃饭就不必了。如果你要是缺钱，就去找沈婉，把那笔钱追回来。追回来之后，你用这笔钱做点生意，会很成功。东家，陈记商行第78家分行已经筹备完毕，请您定个黄道吉日。吉日我已选好，3日后便是，到时与我一起参加。陈记商行由您一手创立，才短短5年时间就要开遍全国各州府了。对啊，我这几年前前后后给了沈婉50多两银子，多谢大师指点。陈川消除桃花煞后，前途一片光明，我该去找下一个需改命之人了。此女的子女星和命星同时沾染煞气，将不久会因为求子而丧命。相公，婆婆，这医馆的大夫说我身体没有问题，一直没有孩子，可能是缘分没到吧。那咱回头找个算命大师问问，缘分什么时候到？大师？此女只要结束这段婚姻，便能避免悲惨命运，获得幸福。
你们要算命吗？你这么年轻，真的会算命的本事吗？你近几年是不是特别焦虑孙子的事情？你儿子跟你儿媳成亲3年，你儿媳却一直没有怀上孕，而且你还陪着她跑了6家医馆。对，是6家医馆。大师，你说的真准。可是每家医馆都说我身体没问题啊。你身体没问题，怎么会怀不上呢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你儿子的问题？不可能！我自小身体健壮如牛，怎么会有问题？你子女星沾染红色血煞，曾让其他女子怀孕，但都堕胎了。那些孩子未出世便丧了命，因此形成煞气，摧残你的子女星，致使你以后不会再有后代。大师，你会不会是算错了？我相公除了我之外，没有别的女人了，怎么可能让别的女人堕过胎？没错，娘子，你是我唯一的妻室，我从来没有其他女人。成亲前，你天天逛青楼；成亲之后，你除了这位妻子，还有2位外室。啊！你胡说八道！后面这处院子就是你养的外室，不信你就去敲敲门。娘子，你不会真相信他说的吧？信不信？你去敲门问问。娘子，这么晚了，这么敲门不妥吧？这算命的就是胡说八道，我根本没有外室。相公，你回来了。他是谁？我是他8抬大轿、明媒正娶的娘子。你又是谁？不可能！周慈说我是他唯一的女人，他怎么可能有娘子？周慈，我那么相信你，你居然背着我养外室。娘子，娘子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发誓，我再也不跟外面的女人厮混了，原谅我，好不好？苏燕不会原谅周慈。娘子，你忍心跟我和离吗？娘子，苏燕爱我至深，只要我说句我爱她，她肯定会原谅我的。周慈，你成亲之前寻花问柳我不在乎，但成亲之后，你背着我养外室，你我2人和离。娘子，娘子，儿子处处为你考虑，你离了他，不可能找到比他对你更好的男人。他都发誓了，以后不会再对不起你，你就原谅他一次吧。背信弃义，私养外室，肉灵伺候无数次，我是不可能原谅你的。我们和离定了。娘子，娘子，苏燕只要离开周慈，便可改变因求子而惨死的命运。都怪你！如果不是你，我和娘子怎么会闹到河里？此作孽不可恕。大师，小慈太在乎小燕了，所以说话冲了点儿，您别怪他。妈，他都害我失去娘子，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呀？娘子没了还可以再娶，但这位大师显然有本事，说不定能帮你求到孩子呢。大师，您说小慈的子女星被血煞摧毁了，导致没有后代，有没有办法破解啊？没有，他做的孽太多了。哼，作孽？我就养了个外室，算什么作孽？你养的外室中有3个女子，因堕胎次数过多，彻底失去生育能力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从星象上看到的。大师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您大发慈悲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让我的女人打胎了。你已经没有机会了。大师，小慈愿意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帮他一次吧。对，我愿意回头是岸，求求您大发慈悲吧，帮帮我吧，大师。我一个星君，你们跟我讲佛家道理。星君。
苏焰命星和子女星煞气消散，命运已改。恭喜仙君扭转一个人的命运，点亮防秀星。大师，谢谢您。如果不是您，我也看不清周慈的真面目。这些年，为了要孩子，我天天看大夫喝药，折腾坏了自己的身体。不客气，你结束这段孽缘之后，子女心已经恢复，日后定有子嗣。谢谢大师。大师，这些年为了要孩子，我几乎花光了自己的嫁妆和积蓄。这6两给大师您略作感谢，您收下。好，你不用太过担心未来，不用多久，你便会遇到你的良缘，夫妻同心，共同努力，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多谢大师，我还要去找住的地方，先走了。本仙君也该去寻找下一个需改命之人。此人命星沾染红焰煞，很快会被人以色为诱骗光钱财，自杀惨死。小绝，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？你家小姐为什么不愿意见我？林公子，小姐最近感染风寒，不能出门，连看中的云锦绸缎都不能买了。没事儿，我去买，你让她好好养病歇歇。好，林公子，奴婢先行告退。王小姐不见你，不是因为感染风寒，而是因为她的相公不让她见你。你胡说什么？王小姐是我未婚妻，还未出阁，哪来的相公？你们应该是6月前经一个媒婆介绍认识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你为她花了5000两银子，还打算送她一座宅院。我买宅院的事情谁都不知道，连王小姐我都没透露，只打算买完后给她一个惊喜。你是真心待她，可她是在骗你。其实她5年前就已经成亲了。我不信，你别跟我说教了，怎么可能？我未婚妻不可能5年前就成亲了，你少骗我！我这就带你去看看。大师，你不是要带我去看王小姐成亲的证据吗？怎么来酒楼了？待会王央就会跟他的相公来这家酒楼用餐。不可能，他感染风疾，在家养病，怎么可能来酒楼？3、2，你数完100，他也不会来。小二，那个男的和王小姐关系很一般，应该是普通朋友，不可能是他相公。相公，我想把这些招牌菜都点一遍尝尝，可以吗？行，娘子，你最近赚了这么多钱，是该好好犒劳犒劳自己了。相公，娘子，他已经成亲了，为什么要来招惹我？多亏了林姐，自从我做了放白鸽的活后，这几个月赚的银子最多了，都是她给的。你可别被他的银子砸晕了，别忘了我是你相公。我清醒着呢，等他没钱了，我就跟他断干净。现在你相信黄洋他只想骗你钱了吧？我让他们都吐出来。相公，来喝酒。林锦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我的真实情况。大师，你且坐，我这就派人请官差来。林锦命星里的红焰煞消散，命运已改。
恭喜兄君扭转一个人的命运，点亮新修行。相公，赶紧吃，等我回去，我看看林锦送的云锦绸缎送来没有。没有。什么没有？你谁啊？林锦。王央，你骗我骗得好惨。什么骗你啊？我只不过是跟你聊聊天，你送我点礼物，各取所需而已。你已经成亲，却对我说还未出阁，做我未婚妻，不是骗我？林公子，你若觉得我娘子的做法不妥的话，以后不再来往便是。我给他花了5000多两银子，你只让我跟他断了关系，哪有那么便宜？你还想让我还不成？不可能！既然你不想还，行，那就让衙门官差来处理吧。你报官了？报官？不可能，他那么喜欢我，怎么可能吓唬我？王阳，林公子状告你们诓骗钱财，请跟我们去衙门走一趟。来，走，走。多谢大师，若非您点明真相，我还被王央蒙在鼓里，被骗光钱财而不自知。要真到那个时候，只怕我也无法再苟活。不必客气，举手之劳。这是2000两银票，聊表谢意，还请您收下。大师，我把这家店的招牌菜都点了一份，您尝尝。大师，您说我以后还敢成亲吗？为什么不敢？你很快就会遇到你的正缘，跟对方白头到老。不可能，我生性愚钝，王央是我第一个喜欢的女人，没想到她居然骗我。别的女人，我根本没感觉。心动了？心跳从来没这么快过。大师，这是我的正缘吗？是。那我去认识认识他。此女命星沾染劫财煞，将会因钱财而被残忍杀害。胡夫人，胡夫人，你走向的是九幽冥路，若执意往前，将万劫不复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嫁入大户人家，相公虽然不是继承人，但是从未短过钱财。可惜英年早逝，你独自将女儿抚养长大，但是婆家却给了你一笔巨额私财。你说这些很多人都知道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啊？你也想让女儿嫁入大户人家，可惜她却相中了这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。你女儿以死相逼，你无法狠心棒打鸳鸯。可我不甘心，宋昭这小子绝非善类，他绝不是真心的喜欢我女儿。没错，他就是冲着你的财产而来。你知道？我在星象上看到的，你因为阻止他们，从而被宋昭杀害。可我不阻止，难道要眼睁睁的看着我女儿被他骗吗？梁叔，你在做什么？梁叔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母亲，你不是不反对我和小昭了吗？为什么还来偷窥我们？谁偷窥你了？我就是来花院散散心。可是，若非如此，我不会见你这么胆大妄为，一点女孩子的廉耻都没有。母亲，伯母，我和小叔情难自禁，已有夫妻之实，您就答应我们的婚事吧。你们竟然无媒苟合！小叔，你母亲始终看不起我，不准我们的婚事。可我非你不娶，不如我们跟你母亲说，我们有夫妻之实，如此她只能把你嫁给我。
胡夫人，他们之间并没有夫妻之实，只是说谎来逼你同意他们的婚事。你是谁？你在胡说什么？你是谁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叫金城，我有没有胡说你心里清楚。梁小姐是大家闺秀，宁死都不会在婚前失贞。你之所以说她失去清白，不过是你逼婚的借口罢了。宋昭，你竟然敢用这种谎言骗我同意你和小叔的婚事啊！伯母，我没有骗你，小叔的确是我的人了。梁叔，你从来不说谎，你来说，你到底有没有做出这种狼心狗肺的事？哎呀，小叔，别喊了，你这般作为，我绝不会把女儿嫁给你。母亲，小昭也是为了娶我，他对我是真心实意的。梁叔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梁叔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伯母，我对小叔一心一意的，无论我做什么，都是为了和小叔在一起。你为的，就是为了谋夺梁家的钱财。你少血口喷人！我的爱慕只有小叔一个。宋昭，你谋财之事，并非你一人知道。此事只有梁叔的丫头小雅知道，但小雅绝对不可能出卖我。眼前的人只怕是在诈我，他不可能知道小雅。梁叔的丫鬟小雅，就是你的同谋。你一派胡言，实属污蔑。是不是污蔑？问问小雅就知道了。奴婢与宋公子不熟，绝对不可能，还请夫人和小姐明鉴。小叔，你都听到了，我和小雅都不熟，如何密谋？真的不熟吗？小雅，你幼年和宋昭是邻居，自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长大之后被卖到了梁家为奴，也没有断了联系，一直有书信往来。小雅给我写的信我都烧了，他们没证据。胡说八道，从未跟小雅有过书信来往。胡夫人，你可以去小雅的房间里面搜一下，里面定有宋昭写给她的书信。那些书信被我藏在墙缝里，桂嬷嬷不可能找到。等等，小雅命星里面含土，秘密多藏于土中，你可以在墙缝和地砖里找找，定能找到。人的秘密怎么可能被命星发现？看来是个招摇撞骗的假大师。林嬷嬷不可能找到什么。夫人，大师神机妙算，小雅这贱婢果然将书信藏在了墙缝里。宋昭，你与小雅设谋接近我女儿，谋财不说，还想害我性命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宋昭，亡我之前还对拆散你们于心不忍，你竟然包藏祸心，从头到尾都是在骗我。小叔，我对你是全心全意的，书信定是小雅伪造。是不是伪造，让官府的人验验便知道了。桂嬷嬷，拿我的名帖去请官差。伯母啊，伯母啊，我错了，这事还没成，是我一时鬼迷心窍，猪油蒙了心，你饶了我这一次吧。歹心已起，我饶不得你。小叔，看在我们往日的情分，我求你求求情好不好？帮我求求情。求情？宋昭，你这让我怎么替你求情？你若只是谋财，我可以放了你，可你信中写着，我母亲要是阻碍你娶我，你要害她性命，我怎么饶你啊？恭喜星君扭转一个人的命运，点亮韦秀星。多谢大师，要不是你点破宋昭的毒计，恐怕我就被宋昭害死了。大师大恩大德，小叔没齿难忘。
给大师磕头谢恩。不必客气，快快请起。来人，取1000两银票。大师，区区谢礼不成敬意，还望您笑纳。大师，我还想请您算一下我女儿将来的姻缘如何。夫人不必担心，2年以后，你的女儿会嫁如意郎君，一生顺遂。那就好。此间事了，告辞。大师慢走。已经点了6个星了，我也该去找下一个有缘人了。你命沾染孤鸾煞，将被人杀死，并配冥婚。真是倒霉，走路都能摔倒。有人邀请你，孙屠户带你到这家里吃酒。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从星象上看的。我还看到你这一去，便再也回不来了。回不来了？怎么可能？吃个酒而已，死不了人。你不但吃不到酒，还会被这孙屠户追到河中溺亡。少在这胡说八道！我父亲与孙叔交情甚好，虽我父母皆已离世，但孙叔绝不会害我。这孙屠户已经在你必经之路的城内阁等着你，你若不信，我这就带你去看。看看就看看，孙叔绝不会在这儿。孙屠户，陆玉什么时候来啊？我约他的是亥时，以他的速度，快到这儿了。孙叔竟然真的在这等着杀我，可是为什么？我与孙叔亲厚，他看着我长大，我一向尊重他，他为什么要杀我呢？为了钱财。我家境贫寒，连一亩薄田都没有，也就靠着抄书和写信赚几个铜板，艰难度日，哪来的钱财？你没有，别人有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别人给钱让孙叔杀我？不可能！我真不想对陆毅动手，但是那家人给的钱真是太多了。还真有人要杀我，可是我一个普通老百姓，无权无势，他日里也未与他人结仇，谁会杀我呢？你即将入赘的谢家。不可能，我刚答应谢家的婚事，入赘谢家做三小姐的赘婿。如果他谢家要杀我，为什么还要结亲呢？谢家小姐已死，他们想让你给她配冥婚。你在说笑吧？昨日谢家提亲时，我刚去与三小姐见一面，她面色红润，并无病态之样，怎么可能说死就死？这个三小姐早已病入膏肓，昨日乃是回光返照，强撑着见了。不可能！谢三小姐今早咽的气，听说临死前还念着陆玉的名字。陆玉也是倒霉，被谢三小姐看中。谢家为了满足三小姐的遗愿，便决定杀了你，给她配冥婚。这也太荒唐了！都这个时候了，陆玉怎么还没来？大师，谢家家大业大，若谢家要杀我，我躲得了一次，也躲不过第二次呀！我该怎么办？陆玉，你原本打算昨日出发，去县城参加秀才考试，对吗？对，若不是谢家提亲，我现在已经在县城中备考了。你现在就出发去县城考试，应该还来得及。你命盘中文曲星明亮，此番必定考中秀才。如若功名护身，这谢家便不敢随意杀。多谢大师救命点拨，若他日中举，陆某必定厚谢。陆玉命星中的煞气已经消失，命运已改。恭喜仙君扭转一个人的命运，点亮金宵星。
学生没有辜负大师的指点，上次一别，果然顺利考中秀才。陆氏宗族和县衙给了学生一些奖励，这是1000两，感谢大师救命之恩，还望大师收下。功名在身，日后需偿还人心，为民解忧排难。是，谨记大师所言。果然是神仙般人物。此女蜜仙沾染狗脚上，将会被骗婚，婚后撞破相公和情人的事，被迫吞金惨死。这块玉佩雕工真好，明日家宴送给燕郎，他定会欢喜。依我之见，你今晚就把玉佩给他送过去。你为何这样说？今晚张燕和他的情人在一起。不可能，张郎虽然样貌出众，有众多追求者，但他向来洁身自好，身边连个通房丫鬟都没有，是不可能会有情人的。你休要胡说。他府中确实没有丫鬟，但是有10几个美貌小厮。小厮？你是说他有断袖之癖？没错。燕郎品行高洁，芝兰玉树，他是不可能会有断袖之癖的。你这样污蔑他，信不信我带你见官？我现在就可以带你看张燕和他的情人。好啊，若是他没有情人，那你便向我跟燕郎道歉。若是他有，不可能。若是有，那我便向你磕头道歉。你不是说去看燕郎吗？来这小门小户的地方做什么？这里就是张燕和他情人幽会的院子。张家是世家大族，燕郎身份尊贵，怎么可能把情人安置在如此偏僻破败之处？偏僻破败，不会有人注意，正好避人耳目。可是这所，我们进都进不去。这人倒是有些本事，可燕郎不可能在里面。燕郎竟然真的与男的情人在这约会。徐墨，张燕她喜欢男人，你跟他成亲之后，婚后定然不会幸福。此事当断则断。大师，我知道了。张燕，徐墨，谁允许你来这里？我不来，怎会知道你有断袖之癖？断袖之癖？我和陈州只是两情相悦。两情相悦？那你娶我做什么？娶你，只是为了传宗接代而已。只要你当作不知道这件事儿，我还会娶你，让你稳稳当当的做张家夫人。你当我稀罕做张家夫人？你凭什么认为我一定会嫁给你？你那么喜欢我，能嫁给我，你做梦都会笑醒。你能放弃嫁给我的机会？对，梦醒了，我不嫁了，退婚。徐墨，我们的婚事是张家和徐家之间的大事，你说退婚就退婚。我爹娘和哥哥都以我为由，我不想嫁了，自然可退。你任性也有分寸，我向你承诺，婚后绝不会因为陈州而冷落你，你别不识抬举。我与你退婚是因为你道貌岸然，不是因为陈州。你这婚退定了。徐墨命星上的煞气消散，命运已改。恭喜星君扭转一个人的命运，点亮斗秀星。对不起，大师，先前我不该质疑你，我给您磕头赔罪。无妨，起来吧。大
大师宽宏大量，不计较我的无礼，就我免跳火坑。这3000的银票聊表谢意，还请您收下。好。大师，我要回去与父母禀明退婚之事，就先告辞了。此人秘辛，沾染子母相刑煞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意外犯下乱伦罪孽，得知真相后，自杀惨死。抱歉，范某喝的酒有点多，险些撞到你，无意冒犯，还请见谅。无妨。抱歉。你可是因为婚事不顺而借酒浇愁？是，你看出来了，我是真心喜欢石英，可我父亲就是不同意我们的婚事。他说石英出身于小门小户，不配嫁人，可我根本不在乎。你的确不能和石英成亲。是，世人都认为结亲应该门当户对，只有我执迷不悟罢了。你难道就没有觉得你跟石英，你们两个人很像吗？姑娘认识石英，我和她确实有夫妻相。有没有可能你们是兄妹，所以才会长得像？这不可能。姑娘，若石英真的是我的妹妹，她和她母亲一定会被我父亲接进范府。我范家世代经商，家资丰厚，没必要也不可能让血脉流落在外。这事儿得问问你父亲。姑娘，我说的是真的，那比杀了我还痛苦。我竟然喜欢自己的妹妹，还妄图和她成亲，不可能。我必须向我父亲问个清楚。我若直接问我父亲石英是不是我妹妹，以她之前的作态，10有8九不承认。我必须换一种问法，炸一炸她。臭小子，大半夜不睡觉，给我叫起来干什么？父亲，我要向您禀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重要的事？什么事？我和石英已有夫妻之实，我必须对她负责，娶她成妻。你范景，范景，你这个孽障，竟然敢和石英无美苟合！我不是说过，我绝对不同意你和石英的婚事吗？你怎么敢？逆子，我打死你！这鸡飞狗跳的，还怎么谈真相？你是谁？我叫金城，是名星象师。你不同意范景和石英的婚事，是因为石英是你的女儿吧？父亲，大师若是说错了，你又心虚什么？我哪有心虚？我跟石英没有关系，你别胡说。19年前，你去高家寨收粮，救了石英的母亲。当夜，你被孙寨的人灌醉，把石英的母亲当做了你的妻子，与她发生了夫妻之事。你怎么知道？范先生，这些事都是我在星象里面看到的。我还看到了事后你给石英母亲一笔钱，让她另择良人嫁了，但是她却自立门户，之后生下了一个女儿，跟随他姓，取名石英。父亲，事已至此，你为何不把石英母女接进府中？若是我早就知道石英是我妹妹，我绝对不会和她有什么瓜葛。因为我答应过你母亲，
此生不纳妾，不养外室。大师说的没错，我是喝醉了，恍惚中把石英的母亲看成了你母亲，才酿成错事。若把石英母女接进府中，让你母亲伤心，便是一错再错的。这件事都怪我，我会用一生来忏悔。唉，原来就是这般。这件事还要瞒着你母亲，别给她添堵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恭喜仙君扭转一个人的命运，点亮牛秀星。景儿，你和石莹没有发生夫妻之事吧？当然没有，还没有结拜夫妻，我怎么可能毁他清白？你这个逆子，你这个骗我！你，大师等等。范公子还有何事？多谢大师点拨，让我知晓真相，避免犯下大错。这1万两银票虽不足以报答您的恩情，却是我的一片心意，还请您收下。好。大师，您说我以后能遇到良人吗？能。真的？你的正缘来自于你父母的介绍，你要好好珍惜，莫要因为父母的过往嫌隙而辜负良缘。多谢大师指点，我定谨记大师良言，善待良人。深更半夜，这孩子怎么一个人走在路上？这个小女孩命星沾染离祖煞，自幼被拐卖，攻杀相克，生来命的，不出几日便会饿死街头了。姐姐，有事吗？这深更半夜的，你一个人在外不安全，我送你回家。谢谢姐姐，可我不想回家，我想去找我爹娘。你爹娘不在家里吗？我爹娘在城外打工。城外那么大，还有山林，你怎么可能找到你爹？我爹说，沿着这条路一直走，就是他做工的地方。明天你的爹娘就能回来了。真的吗？大师说的当然是真的。那我现在就回家去，等我爹娘。谁让你回来的？沈来弟，你出息了呀！啊，打你2巴掌就离家出走，既然跑出去了，还回来干什么？我错了。知错有什么用？孩子都知道错了，他还想怎么样？哎，沈来弟，你私自跑出去，害得我平白替你担心，不能不罚你。奶奶，我今天晚上就不用进屋了，在外面跪着，好好反省反省。哼！这么冷的天，让孩子跪在外面，也不怕把孩子冻坏啊？这家长怎么回事？毕竟不是亲生的，他的亲孙子已经长大，觉得这个养孙女碍眼，便想把他赶走。大师，那这怎么办？真让来弟跪一夜，膝盖非得拉下病不可。既然他养祖母不愿意养他，那我把他带回家，我养吧。你若真的想帮来弟，
就去府城通判陈府，告诉陈家，他们家的千金就在这里。她竟然是陈通判家的千金？好，我这就去找。来弟，今晚我带你去客栈住一下，吃点东西。明天等你爹娘来了，我们再来。可是我如果不跪着，奶奶就会生气，会打我的。无妨，等做完了断，他们就没有机会再打你了。了断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把事情说清楚的意思。哎呀，沈来娣这个死丫头，我罚她跪着，这竟然又不知道跑哪去了。娘，你是不是又打来弟了？买来的丫头，我打就打了，那怎么？娘，等过几年他长大了，咱给他卖到大户人家，为奴作弊还能换点银子。你现在给他打跑了，他是不是得不偿失了？那不是来娣吗？感谢您把孩子给我送回来。死丫头，去，跪着！娘，咱不是说好了不要动不动就打来弟，万一打跑了得不偿失啊！不给这个丫头一点教训，以后还能管得住她吗？告诉你，再往外跑，打断你的腿！哎，好了，来弟别哭了，你奶奶也是在气头上。你现在到院里边去，先跪着，等你奶奶气消了，你再起来。来弟，不跪。我管教我孙女儿，你多什么嘴？她是你的亲孙女吗？她当然是我们亲生的，虽然很感激你给孩子送回来，但你也不能胡说八道来搅和我们家的事儿。你子女心暗淡，原本注定没有子嗣。你胡说八道！我现在子女双全。沈大虎，5年前你遇到一个道士，那个道士让你收养一个3岁左右、原来有福气的女儿，增强子女心愿，如此便会有子嗣。原来我真不是你亲生的，原来是你领养的。不，你是被买来的。他们嫌弃那些家里不要的女孩太过瘦弱，便从人贩子手中把你买了下来。我哪儿胖了？我很瘦啊。你年幼的时候挺胖的。他们把你买回来之后，取名来娣，接着你的运气，你养母3年之后便生下了一个男孩。你出生之后，他们觉得你没用，便经常不给你饭吃，这才让你瘦了下来。只有我和你爹还有你媳妇儿知道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儿子，来娣是我们买来的这事儿，不会是你跟那个女人说的吧？我没有，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。但是咱不能认，否则来娣要去找她亲生父母，是不是就白养一场了？来娣是我亲生女儿，是不是亲生的？找衙门审一审就知道了。不能让她报官，衙门要是查到来娣是被拐卖的，人贩子要斩首，我们也要坐牢的。爹，我真是你买来的。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要不是我们，说不定早就饿死了。哼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无知。来娣出生在官宦世家，身为通判千金，怎会被饿死？你说她是官家千金，就她？不可能。陈夫人，她就是你的女儿，跟你长得像吗？简直是一模一样。女儿，你谁呀？拉着我孙女儿瞎喊什么？这位是本州通判的夫人陈夫人，你们休得无礼。这来娣真的是官家千金？你确定你是我娘？你这月牙胎记独一无二，你就是我女儿，我就是你娘啊！你不是什么来娣，你是娘的掌上明珠。娘，沈来娣，命星里的李祖煞消散，命运已改。
星君扭转一个人的命运，点亮你修行。大师真是神机妙算呀！看了一眼星盘，就帮陈家找到了女儿。你这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娘，这伤痕是奶奶打的。这孩子不听话，我们普通人家都是这么教训的。夫人，我们养他这几年也没让他冻着饿着，得花不少钱，是不是？他动辄打骂莱蒂，还不给莱蒂吃饭，怎么有脸要好处？他念蒙蔽了双眼。我们养莱蒂这么大的养育恩，那官家夫人少说也得给10两银子吧？你们若是善待我女儿，我定会重谢。但是这么冷的天，你给我女儿穿得如此单薄破旧，连我家的下人都不如。来人！是。把他们给我押到衙门，审出人贩子所在，该斩首的斩首，该收监收监。夫人，你想干什么？夫人，我不要好处了，你饶了我们吧！现在知道求饶了，晚了。不，大师，你这是何意？大师，陈夫人虽然看着温柔，但毕竟是官家夫人，沈家苛待她女儿，她定不会饶过沈家。饶不饶沈家，陈夫人说了不算。可这里就她权势最大，她说的怎么可能有错？您不能让我们坐牢啊！我们好歹把莱蒂养这么大。娘，能不能不要让他们坐牢？他们这么待你，你还向着他们？其实，在弟弟出生前，爹经常给我买衣服和零嘴，也不让我干活。如果不是他们，我也活不到现在。好，娘明白了。权势敌不过情义，大师不仅神机妙算，还洞察人心，真是太厉害了。我女儿想要报恩，我自会依她，我会知会衙门，免了你们的牢狱之灾。但是你们必须到衙门走一趟，交代清楚人贩子的所在。敢拐卖我的女儿，他们必须付出代价。是，我们一定交代清楚。大师，我们在来的路上，范公子说是您算出我女儿是被拐卖来的，您还特意让他叫我们来相认。不过举手之劳罢了，请起。于您是举手之劳，但于我们是再生之恩。大师，世俗之物可能您不会放在眼里，我回去便为您修身聚香火，为您的修为增加福利。我点燃28星宿，回归天庭后，说在人间有香火，非常有利于巩固我在天庭的根基。好，那就劳烦陈夫人了。我要带女儿回去见老爷，那我们先行告辞。大师快看，那个人是被鬼掐住了吗？这人间没有鬼。不是被鬼掐的，那他为何那副模样？此人命星身染劫财煞，煞气入体，导致现在神志不清，今日必定惨死。大师，您能救他吗？多谢大师相救。刚才我感觉被勒住了脖子，马上就要窒息死了。您一挥手，我立刻就好了。多谢。这是2万两银票，一点薄礼，还请笑纳。2万两也叫薄礼？敢问大师，我刚才是不是遇到鬼了？不是鬼，是有人要害你。怎么可能？我刚到此地，没有得罪任何人，怎么可能会有人害我？你在皇城，为何千里迢迢到这儿？是我朋友王慈邀请我到此地游玩。是我在路上遇到了心性狭隘之人，看我不顺眼，便要害我。是王慈要害你？怎么可能？贺宇，你是不是借钱给王慈了？这件事只有我俩知道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从星象上看出来，你跟他认识3年，借钱后，你借给了他8万多两。大师真乃神人。前些日子，我和王慈
约算了一笔我借给他的钱，就是这么多。你有意让他还钱，但他还不起，所以他便决定要杀了你。不可能，我和王慈情同手足，而且我还说了，他不还也行，我也不差这点小钱。8万两交一点小钱，你知不知道普通百姓1年的花费才不到2、3两银子？可我不是普通百姓啊。可王慈是普通百姓，他家中只有10亩地，1年也就收入10多两银子。他这辈子都还不起那8万两银子。我不要这点钱，不就行了？你不要这些债，他担心你用这些债务逼迫他做他不想做的事情。我不信，王慈是了解我的，我做不出这些以钱要挟、强迫索人的事。他真的了解你吗？大师这般言辞，未免挑拨我和王慈之间的兄弟情谊和信任。大师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别不知好歹。王慈绝不可能害我的。你手上的手串是王慈送的？这是在一个小店看见的。王慈说这木珠的材质有安神作用，便买下来给我。这手串上面涂了毒，能够使人脖梗发紧、呼吸困难、自己掐自己，甚至到最后死亡。不过可能是那摊主涂的，对不对？不会是王慈的。那我就让你听听王慈是怎么说的。听听便听听，王慈绝无可能为了区区几万两银子，便要害我性命。我也不想杀了贺宇，他竟然让我还钱。他竟然真的为了几万两小钱，便要我的性命。8万4千多两银子，别说我还不起，这世上有几个人能还得起？你明明知道自己还不起，为什么还要借这么多？王子，你家境一般，绝对拿不出8万两银子，你也清楚，怎么还跟贺宇借这么多钱呢？我去皇城大不易啊，结交同学，孝敬恩师，打点门路，样样要钱。贺宇还带我参加贵族宴席，置办的行头一套便要几千两，我不借能行吗？打肿脸充胖子。若贺宇不提让我还钱，我挺愿意和他做兄弟。可惜，你听到了吧？王慈他只拿你当取钱的钱庄。贺宇竟让我还钱，我再不忍心，也只能痛下杀手了。贺氏皇姓，你家还在皇城，你该不会是皇族吧？吾乃当今圣上嫡次子，太子亲弟，9岁受封景王。那你打算如何处置王慈？王慈谋害皇族，当株连9族。贺宇身上的劫财煞消散，命运已改。恭喜星君扭转一个人的命运，点亮虚秀星。你与王慈相识，未告诉他你的真实身份吧？自然没有。若论真实身份，他哪有资格结交我？多谢大师，再造之恩，没齿难忘。我除了钱，别无长物。这20万银票，略表寸心，还望大师收下。哎，这个时辰，贺宇应当已经死了。走，我们去找找他的尸体。兄弟一场，我当厚葬他。王慈谋害皇族，罪无可赦，奉景王贺宇之命诛杀9族。哎，大师等等我。我已点亮11颗星了，要去寻找下一个改命之人。大师久等了，刚在烧饼摊碰到一个大娘，说了几句，给耽误了。那大娘的儿子从第2年就失踪了，他找了6年，一直没找到，却未曾放弃。
大师快看，就是那个大娘，大晚上的还在拿着画像到处问，慈母心肠啊！大娘的子女星沾染了沉木煞，儿子被关进地牢，等他找到儿子后，却惨死在儿子手上。姑娘，有没有见过我儿子呀？你儿子就在家中。我儿子失踪数年，怎么可能在家里？姑娘何必拿我寻开心？你和你儿媳都住在一个宅子里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从星象上看到的，你儿子就被关在你儿媳院里的地窖中。不可能，我家没有地窖。真的没有吗？没有。地窖？我家竟然真的有一个地窖。你儿子就在里面，先把他救上来吧。真儿，你醒醒，不要丢下娘。你儿子没事，他是被喂了安神药，睡着了马上就能醒。大师，你可知道是谁这么狠心，把我儿子关在这里，让我苦苦寻了6年？是你儿媳。不可能，我儿媳温婉贤惠，知书达理，绝不可能做这种事。那你可知你儿子对你儿媳做过什么？就算是我花光她的嫁妆，骗她，那又如何？女子本来就应该以夫为天。周婉宁那个贱女人，把我这个丈夫关在地窖中6年。如今我出来了，她死定了。正儿，娘知道你受苦了，可你既然没事儿，能不能不要找婉宁的麻烦？娘，你到底是我娘，还是周婉宁的娘？你失踪这6年，衣食住行事事周全，婉宁待我比亲娘还亲。若是我没失踪，我对你更好。你笑什么？你吃喝嫖赌样样精通，没有娶周婉宁之前，你都是向你娘要钱，她没有或者不给的时候，你便会对她拳脚相向。你这个不孝子！你们，大娘，这种儿子何必找回来呢？他就是再不好，也是我唯一的儿子。娘，把他们赶走！不行，他们是恩人，没有他们，我也找不到你。一会儿我要做一桌好菜，好好感谢他们。你滚！你现在这么虚弱，娘不能丢下你不管。周婉宁，你来了。娘，别拦他！贱人，我打死你！陈正，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任你欺凌的小姑娘了。你出来了也好，省得娘天天出去寻你，还要担心她会不会遇到危险。娘，你看不到我被踩吗？快把这个死女人推走！婉宁啊，你能不能轻点踩？陈正，别指望现在娘会帮你，现在这个家是我做主，连你也得听我的，不然不仅会打你，还用各种手段来收拾你。你敢？信不信我报衙门，既殴打负重伤，杖100，打不死你！不要！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娘？为什么事事都帮着周婉宁？孩子，婉宁生了一对龙凤胎，我长孙在私塾读书，先生说他是读书种子，将来能考科举的。
你们夫妻若是闹上衙门，将来就考不了科举了。你别冲动。娘，要不我们还把他关回地窖吧？我娘怎么可能同意？做梦吧你！娘，我可以给你保证，好吃好喝伺候着他，一定能让他好好活着命。若是把他放出去惹是生非，万一哪一天闯了祸，你长孙的仕途被他影响到，咱们全家都完了。好，把他重新关回去吧。娘，正儿，你在外面招摇撞骗，惹是生非，一家不得安宁。我也不指望你什么了，不管你是在地牢还是在哪儿，只要你好好活着就行。陈大娘身上的沉木煞消散，命运已改。恭喜星君，扭转一个人的命运，点亮微笑星。娘，如果你以后每天都想见到陈征的话，那就天天都可以见到他。多谢姑娘指点迷津。陈大娘客气了。是你帮我娘找到陈征的？你怎么知道他在地窖里？周娘子，当年你遭到陈真欺骗，执意要嫁给他，遭到父母赶出家门。如今你父母回忆往昔，想要接你回家，你心中有愧，无颜见他们，便拒绝了他们2次。他们马上就会派人第3次来接你。我劝你立刻答应，否则你父亲愤怒之下会将你的名字除去族谱，到时候你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。神仙啊！小姐，周日有一个重要的家宴，家主希望你可以回去参加。大小姐不可能回去，这次肯定又是白跑一趟。你快答应啊！神仙的话不能不听。好。赵姐姐，还是你对我最好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衣服。怪哉，这来女子瞧着30多岁，竟叫一个10几岁的小丫头姐姐。此女命犯枭神夺食煞，生机被夺，加速衰老。她的生机便是被诏书所夺。那明日我生辰，你可一定要来啊！我一定去。明日的生日宴你不能去。赵叔是我义结金兰的好姐妹，她的生辰宴我必定要去。你一个30多岁的妇人和一个10几岁小姑娘义结金兰，忘年交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跟赵叔年龄相仿，今年只有15岁，而且我还要比他晚出生几个时辰呢。但是你看，他怎么可能15岁？你要真是15岁，我就给你作揖道歉，承认自己眼拙。他的确是15岁，道歉吧。抱歉，姑娘，是我眼拙了。没事，虽然我面容显老，但是我跟赵叔一样，
只有整整15岁。赵叔不是15岁，他今年50有2。不可能！大师，赵小姐脸颊粉嫩，头发乌黑，怎么可能52岁？那便是赵叔夺了别人的生机。你看我做什么？你不会是说赵叔夺了我的生机吧？无稽之谈！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招数？哼！把你的右手摊开。啊！这是什么？怎么弄不掉啊？这是一种能够抽取他人生机的蛊毒，此蛊名为金兰蛊。这蛊虽然是虫形，但并非是真的虫，而是毒气形成的蛊毒。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招数？那怎么办啊？大师，我不会真的被这蛊虫夺去生机而死吧？你运气好，遇到了大师，大师出手，你死不了，是吧，大师？你肯定有办法解。金兰蛊分为2个，一个在你身上抽取生机，另一个在赵叔的身上滋养他，将赵叔体内的蛊虫找出，让你服下，便可让你恢复生机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是赵叔？都到这份上了，还不相信大师说的话？赵叔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我们意外相识，无话不谈。我们一结金兰之后，他送给我好多昂贵的糕点、首饰和衣服，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。他对你好，想靠近你，是因为2个蛊虫近距离接触，生机会更好的被他传递。我还是不信，我们的交情竟是假的。唉，当面问问他，你就知道了。小风，丫鬟说你找我有事，什么事啊？赵叔，你我一结金兰姐妹时，曾发誓，即使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也会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我既死了，你也不会独活，对吗？对啊，我的好妹妹，我们身体康健，以后啊，有数不清的好日子，不会死的。可是不出1日，刘芳就会彻底失去生机而死。你胡说什么？你家赵叔今年52岁，从小体弱多病，四处求医。你从一个苗疆巫师手中得到了金兰蛊，现在已经夺取了3位少女的生机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的目标皆是家中兄妹众多，不受父母重视。即使他们突然死亡，面容略显诡异，家中父母也不会追根究底，这样你便可以轻松脱身，换个地方再寻目标。这些事情我从未和他人讲过分毫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星宿师，你的过往我都是从这星盘上看的。原来是个算命的，我还以为是来夺命的呢。你运气可真好，能遇到一个有本事的算命大师。赵叔，我当你是金兰姐妹，你竟然想要夺我全部生机，你想要害死我！你把我的生机还给我！金兰蛊一旦种下，夺取生机不可逆转，解不了喽。谁说解不了？怎么可能？我第一个夺取生机的可是蛊师的女儿，蛊师自己做的金兰蛊，她自己都解不了，你怎么可能能解啊？我就能做到。怎么可能？不要夺取我的生机！你竟然真的变年轻了！刘芳的生机已回归身体，但若是想恢复容颜和年龄，还需要再等上1-2个月。刘芳命星里的枭神夺食煞也消散了，命运已改。
恭喜兄君扭转一个人的命运，点亮师秀星。圣剑，把我的圣剑还给我！但是赵叔他疯了吧？夺取他人生机，本就不是正常人能干得出来的。大师说的对，他本身就是个疯子。那怎么办？难道放任他发疯吗？他体内的生机全无，金兰蛊已经解除，他活不过今晚。我们走吧。赵叔的尸体早上被管家发现了，赵叔孑然一身，无亲族，在本地只有我一个金兰姐妹，管家便请我为他主持丧仪。你还挺大度，他要杀你，你还为他办丧礼。人死如灯灭，且我曾拿他许多好处，此事便当还清情分了。大师救命之恩，我无以为报。这是奶奶留给我的玉佩，送与大师，还望大师莫嫌弃。大师，范公子，我先去赵家了，别过。大伯，您病还没养好，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我扶您回家。此人的命星沾染孤星煞，妻子和儿子已被杀害，他今晚会得知凶手身份，却也惨死在凶手手里。程组长，程组长，你一直在追查杀害你夫人和儿子的凶手。是，不过15年了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姑娘提起此事，可是知道什么线索？错了，大伯，他看起来不过双10年华，15年前还是个孩童，怎么可能知道线索？也是。大师无所不知，你们怎么能以貌取人呢？哼，无所不知？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叫程川，你父亲26年前病逝，你母亲改嫁，当时程兰膝下无子，便将你养在身边。大师一眼就能看穿你，这些事稍微打听都能知道。我从星象里看到的，你大伯待你如亲儿，你却杀了他挚爱的夫人和儿子，这怎么可能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再出生也不会杀大伯娘和堂弟。你大伯娘和你堂弟惨死的当晚，你在场，对吗？但我也被凶手重伤了，身上被砍了数刀，头上也被重伤了。若非大伯赶来及时，说不定我也活不成了。你这是为了避免嫌疑，自己弄。你，若非如此，我弄点小伤不就可以了？为什么把自己差点弄死？我怎么可能对自己这么狠？如果伤不够重，你怕大伯会怀疑。你血口喷人！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程组长，能否带我去看看你夫人和儿子出事的院子？大师要去可喜峰，不过那座宅院在凌晨，我们现在去，估摸夜晚才能到。无妨。大伯，那处院子是您的伤心地，您去岂不是又要伤心何苦呢？若真能查到真相，无妨。你去备车，我带大师去看看。大师若找到线索，我必重谢。当时只有我大伯娘和堂弟3人，他们俩都死了，没人知道真相。这个所谓的大师，恐怕连状况都搞不清楚。程组长，你夫人之前的尸体就是在这儿，对吧？他怎么知道？是啊，大师，我夫人当时就是死在这里。我打开门进来，看见我夫人躺在这里，满身的血和伤。他的胳膊还被砍掉了一条，我真的不敢想象他死前是多么的痛苦啊！你夫人身上的伤是她死后凶手砍出来伪装的，实则她是被一刀毙命。他怎么知道？凶手是从你夫人的背后拿出一把匕首，刺入她的心脏，匕首上面刻着“川宝”2字。这匕首是我送给川儿的生辰礼物。大伯，
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那把匕首在大伯母出事之前就丢失了。真的丢失了吗？匕首被我藏在屋檐上，5块都没找到，他不可能找到，确实是丢了。啊！程川，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程川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你早就弄丢的匕首会出现在你大伯娘和你堂弟被杀的地方？上面还有干涸的血迹。是凶手，我的匕首是凶手偷的。你狡辩！大伯，你和大伯娘对我这么好，待我像亲儿子一样，我怎么会杀大伯娘和堂弟呢？你堂弟出生之前，所有人都当你是少族长；你堂弟出生之后，大家都认定他是族长。你为得到程家产业，才决定杀了他。程川，你为什么能这么做？难道我给你的财产还不够多吗？够，你给我才30万两财产，而程家100万资产啊！杀人得偿命。杀了你们，谁知道我杀过人？哼，你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，连大师都想杀。她一个女人最好对付。范公子，报官。好嘞。不要报官！大伯，我错了，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你饶了我吧，大伯，别报官！大伯，大伯！程族长命星里的孤煞星消散，星煞已破，命运已改。恭喜星君扭转一个人的命运，点亮并修行。多谢大师，若非您出手相救，我怕是到死也不知道事情真相，愧对妻儿。程族长，你也该放下执念，安心度日。大师，我知您非世俗之人，但此恩重于泰山，我若不有所表示，心中难安。这30万两银票，恳请您收下。此间事了，告辞。大师慢走。已经点亮14颗星，进度完成了一半，相信很快我就能修复好星盘，重回天庭了。此人的命星沾染七杀煞气，煞气有吞星之势，今晚就会被亲眷杀害并分尸。姑娘，有事儿吗？这些东西是你给你弟媳挑的，对吗？对。不过你别误会，我弟媳妇明日要上门相亲，我是奉家母之命准备的拜堂礼。她是不会同意改嫁的。是啊，弟媳对我弟弟用情至深。我弟弟去世5年，我弟媳今年才22岁，我家实在不想耽误她，多番劝她改嫁，始终等不到她点头啊。你弟媳不同意改嫁，并非是对你弟弟深情，而是她怕她改嫁之后，你会收回那座宅院，发现那院中埋有你弟弟的尸体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弟弟的死与我弟媳无关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弟弟的尸体怎么可能在他家？我弟弟的死与我弟媳妇无关，是他进山挖药，掉进山缝里，尸骨无存。你弟掉进山缝中，并未死，而是爬了出来，回到家。那他回家了，怎么不和我爹娘说？他是先回到了自己的小家，回家当晚便撞到了自己的妻子跟那奸夫田勇在床上，怒而动手，结果被他的妻子还有田勇杀害。怎么可能？
我弟媳本分端庄，田勇老实规矩，他们见面都绕道走，从未说过话，怎会干出如此苟且之事？你弟媳和田勇今晚就在一起，我可以带你去看看。走走。我看你就是胡编乱造，我弟媳早已熄灯歇息，怎么可能还跟田勇厮混在一块儿？春香，别磨蹭了，快脱，我等不及了。还真是田勇的声音，他真的在我弟媳屋里。奸夫淫妇！谁在外面？大哥，别叫我大哥，何春香，你好样的，竟然跟人私通！田大哥，你别生气，我和春杏两情相悦，我本就打算上门提亲娶她的。你要提亲？对啊，春杏的相公，你弟弟死几年了，你们不也劝他早日改嫁的吗？你倒是说说，我弟弟是怎么死的？你弟弟上山挖药，掉进地缝里，尸骨无存。哦，尸骨无存吗？是啊，掉进地缝里，怎么可能还有尸体？大师，您刚刚说我弟弟就埋在这个院子里，他埋在哪儿？我现在就把他挖出来。哎呦，大师怎么知道铁手根的尸体被我们埋在院子里？这个事情只有咱们两个知道，他怎么可能知道？估计是装模作样炸咱们的话吧。他就埋在那边，土深2尺有余。他竟然真的知道，不能让他挖，让他挖出来，我们都得死！你们再拦我现在就拍死你们！弟弟，你死得好惨呐！趁田宝珠没注意，咱们赶紧跑吧。走！站住！何春香，我弟弟对你不好吗？他刚从洞里逃出来，却被你和奸夫杀死，你简直狼心狗肺啊！什么奸夫？要不是你弟横插一杠子，非要到我家提亲，我早嫁给田勇了。你和田勇早有往来，我们自幼相识，青梅竹马。那你为何不拒绝我弟弟嫁给田勇？何春香，你说话呀！我弟弟不是非你不可。我弟弟当时提亲时，你可以拒绝的。因为田勇给不起聘礼，他的父母不同意他嫁给田勇。我弟弟发现你的奸情时，你说明情况，让他给你一封休书，你再嫁给田勇不行吗？为何还要将他杀害？因为田勇没房屋、没田地、没手艺，只能靠地主给的零工度日。而你们呢？即便你弟弟已经死了，你们还会给他一座宅院，每月1两银子的生活费。我好心给你院子和银子，没想到最后竟然害死了我弟弟。但是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杀了他们，为我弟弟报仇吗？报官吧。好。拿走！大师，谢谢您指点，要不然我到死都被蒙在鼓里，还以为那个女人是守妇节的好人。我弟弟的仇永远都报不了，我给您磕头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还请您收下。好，尽快安葬你弟弟吧。是。田宝珠命里的七杀煞消散，
命运已改。恭喜星君扭转一个人的命运，点亮葵秀星。小姐，你真的打算把所有的钱财都给方公子吗？他性命攸关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此女命星沾染孤尘煞，遇人不淑，将会被谋财害命。你若救了她，你便会死。你胡说什么？半个月前，你在寒灵寺祈福，遇到方耀。此事只有我方公子和你知道，你竟敢外传！小姐，我没有外传。我是从星象上看到的，我还看到你跟方耀在禅房里面待了半个时辰，你们谈佛论道，他还送了你一串菩提手串。你是星象大师？没错，李小姐，你可知方耀的真实身份？他是富贵钱庄的公子。富贵钱庄的东家方玉有6个儿子上了族谱，但都不叫方耀。他骗我，算是骗了你一半吧。他的确是方玉的儿子，但是是私生子，不被承认。现在被方玉安排在钱庄做子钱家。子钱家收债虽然听着不算体面，但也是正当营生。但是他为了牟利，背着钱庄放高利印子钱，2年间就逼死了数十人。绝不可能！方公子精通佛法，悲天悯人，绝对做不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。方耀在寒灵寺点了67盏长明灯，一盏灯，一条人命。小姐，方公子他确实点亮了67盏长明灯。不可能！方耀行事太狠，有那些死者的家属不顾一切的都要报复他，他解决不了，便遇到了你。你是刑部侍郎的千金，他想借你的手打压那些向他寻仇的人。但是他没有让我做什么呀？那你的钱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我自愿给。他是不是跟你说他爹遇到了事，需要用钱解决，若是拿不出，便会当作替罪羊，被关押收监斩首，对吗？大师，你说的一点没错。其实出事的是他。不可能，他怎么会骗我？去问问他就知道了。李小姐，请坐。李小姐，这么晚带朋友过来找我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听说你放高利印子钱，真的假的？李小姐，我是在放印子钱，你也知道，我家是做钱庄的，这属于正常的营生，我是按规矩办事。按规矩办事？你使用各种手段陷阱，骗那些借钱的人东拆西补，仍还不清你的印子钱，之后你就榨干他们的钱财和田地，让他们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。胡说！我做事向来光明磊落，从来不做这种下三滥的事。你私下还开了2家赌场和1家青楼。方耀，你竟然开赌场和青楼？我……那些赌场里骗人赌博的吊工和那些青楼的女子，都是欠你印子钱的人。有些女子不堪受辱，自杀身亡者不在少数。信口雌黄，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儿。没有吗？李小姐，只要你派人查一查，便都一清二楚。这……方耀，你竟如此骗我！庄城磊落不凡，却做起伤天害理的龌龊勾当。李小姐，你相信我，这是他在污蔑我，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儿啊。哼，没有吗？方耀，你这一次虐待致死一个农家女，她的父亲回家之后，看她死状凄惨，愤怒之下便联合宗族讨要说法，还将状纸递交了衙门。胡说，这是赤裸裸的污蔑，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。你去衙门问问。小姐，
官府确实说，刚才有一个农户状告方公子，说他草菅人命。方耀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这是那农户污蔑我，我绝对没干过这种事。衙门说，方公子跟他们说他与你相熟，衙门便将这封罪状压了下来。你去告诉衙门彻查。若方耀触犯刑律，必严惩不贷。李小姐，我们相识这么多年，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？信你的人，不是家破人亡，就是沦落风尘赌场，罪孽深重。怎么还敢信你？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。你想干什么？狗鸡跳墙！闭嘴！来人！方耀，你想干什么？方耀，你想干什么？把他们两个关进柴房。至于李小姐嘛，关进地牢。你敢？李小姐放心，在地牢我也不会委屈你的。等我们俩生米煮成熟饭，你怀了孕，我就放你出来。到时候我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的娶你。带走。大师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只是用定身术暂时将他们定住。你现在速去请官差，将他们送去衙门吧。还不快去！这是干什么？李一瑶命里的孤尘煞消散，命运已坎。恭喜星君扭转一个人的命运，点亮娄秀星。多谢大师相救，若非你今晚拦我，只怕我已遭了方耀毒手。若让他毁了我清白，我宁愿一死，也绝不苟活。不必客气。多谢大师。大师，这是我身上最值钱的首饰了，赠给大师，聊表心意，望大师收下。此件事了，就此别过。大师慢走。此人命星沾染重丧煞，其母死后受煞气影响，将惨死在亲族手里。小叔，你娘已经油尽灯枯，大夫都说让准备后事，你又何必费尽心机抓药啊？大伯，只要我娘一天没咽气，我就绝不会放弃治疗她。哎呀，也不知道你娘拖着一口气在熬什么，自己受尽折磨煎熬，还连累你一家不得安生。你娘不肯咽气，是因为怨气浓重，不甘心闭眼。小叔他娘生活顺遂，夫妻和睦啊，儿子孝顺，还有什么怨气啊？儿子孝顺，但夫妻真的和睦吗？我爹非常疼爱我娘，他们从未红过脸，互相体贴，很是恩爱。你娘是哑巴，对吗？对。但你娘并非天生的哑巴，而是被你爹毒哑的。怎么可能？小叔，别听他胡说，我看这人就是个疯子，别听他胡言乱语，咱赶紧回家给你娘煎药。你爹早年在皇城做工，因摔断了一条腿，没办法干活，便随村人返乡，途中遇到了你娘和她的丫鬟，去寺庙里面上香，便对你娘起了歹念，寻机杀了她的丫鬟，将你娘掳回村中。不可能！你娘不愿屈服，日夜呼救，你爹怕引来事端，便把你娘毒哑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若我娘是我爹掳回来的，且还毒哑了她，我娘定会心存怨恨。为何从我记事起，我娘就对我爹百依百顺，恩爱非常？
你娘是为了保护你长大。小叔，别听他胡说。大宝，若是他胡说，你慌什么？他说的都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娘为我隐忍痛苦，我是一无所知，还常常以为他日子美满。哎呀，事情都过去15年了，你也到说亲的年纪，难道你要跟你爹翻旧账吗？难道小叔娘这些受的痛苦和委屈就这么翻篇，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吗？这是小叔一家的家事，你个外人多什么嘴？大师说的对，我娘临死还咽不下气，我不能不给她讨个说法。这孩子，难道你要跟你爹反目吗？大伯，我不会和我爹反目的，我只想我娘能从煎熬里解脱，安心闭眼。你娘怨恨了你爹10几年，哪那么容易化解呀？大师，你既知我娘怨气所在，可否指点化解之法？送你娘回到她家人身边。小叔，你娘是被你爹掳来的，要是带你娘回去，你外族怪罪下来，你爹可是要坐牢的。大伯，您和爹经常教导我，做错事就得受到惩罚。大师，你可知我外祖家在皇城何处？你爹都不知道你娘家在哪里，他怎么会知道？皇城城东梁府，你外祖父是镇国公梁旭。多谢大师指点，我这就回去叫我娘去梁府。且慢，大师还有何事？那些参与掳走你娘的人，定然不会让你把你娘带走。若你强行带走，恐有性命之忧。你去梁府找人，让他们来见你娘。若我娘不出现，梁家人会相信我是他们的外孙吗？你娘名叫梁诗涵，小名叫涵涵，17岁失踪。你说这些，他们定会相信。多谢大师指点。梁府若知道你们这样对待小庶女，定会严惩你们。你这是害了我们一村人呐！若你不想村里出事，回去照顾好小庶娘，让她活着见到梁家人。或许梁家人见到小叔娘最后一面，不会太为难你们。你，哎呀！冯树，命星里的重丧煞消散，命数已改。恭喜星君扭转一个人的命运，点亮未修星。多谢大师点醒，让我娘和家人团聚，了却心愿。大恩大德，我永世不忘。起来吧。这是我的积蓄，不成敬意，还望您收下。好，你娘还有5日的寿命，你多陪陪她。是，大师，我定日夜守着娘，让她安心走。此女命星沾染王神煞，将会被儿媳杀害。小桃，我明日便去你家提亲，让我儿子娶你。伯母，那我在家等你。好。蔡夫人，阿桃不适合做您的儿媳，否则恐有灾祸。一派胡言！我儿子和小桃八字相合，天生一对。你儿子至今未娶，是因为早已有心上人。他们5年前就已经分开了，再无来往。他们私下一直都有往来，瞒着你而已。这臭小子！不过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。他确实拗不过你们做父母的。他会娶朱桃，但他仍没有跟心上人分开。朱桃知道此事之后，愤怒之下将你们全部杀害。这不可能！你跟朱家是邻居，从小看着朱桃长大，他性格要强偏执，容不得有半分瑕疵。他绝无可能会忍受相公在外养外室。是，我儿子温软，我便想找个强一点的媳妇。但他的心里只有心上人，直至死亡都一直在保护着心上人。那我
便只能成全他们了。他们二人成亲之后，夫妻和睦，会一起孝敬你。好吧，容我再考虑一下。神仙，既然神仙点拨，那就不逼儿子娶朱桃了，让他娶心上人吧。蔡夫人身上亡神煞消散，命运已改。恭喜星君扭转了一个人的命运，点亮了必修星。此人命星沾染土恶煞，今夜将会被泥石淹没惨死。小伙子，要不要吃碗面呀？谢谢阿婆，不过我赶着去城外送货呢。沈征，你去城外不止送货，还要去找寻你的父母，是吗？对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还有我要做的事？我从星象上看到的，你此去便再无机会见你父母。真的假的？一起吃碗面，我细细跟你讲。阿婆，这会儿没有其他客人，你也坐下歇歇。阿婆，你为何这样看着沈征？他和我故去的相公年轻时特别像，如果我儿子没有走失的话，现在也应该长成这样了。阿婆，你儿子走失了？他多大走失的？身上有没有什么印记？他8岁的时候走失的，在元宵节庙会上走失了。他的右胳膊上有一道3寸长的伤疤，那是他小时候玩柴火的时候留下的伤疤。娘，征儿，真的是你？娘，是我。我小时候在庙会上被人打晕，后面到深山，好不容易逃出来，一直在找你们。儿啊！沈征命星里的土恶煞消散，命运已改。恭喜星君扭转一个人的命运，点亮必修星。此人命星沾染官煞煞，将会被后辈杀害。徐院长是在为学院里面身死的2名女学生而苦恼吗？是啊，因他们意外惨死，大家都说学院闹鬼，学院已经开不下去了。他们其中一人是否去年状告过冯夫子轻薄于他？是，我的学院竟有这种品行卑劣的父子，我当时便辞退了他。冯夫子是被人污蔑的。不可能，我亲眼看到衣衫不整的女学生在冯夫子怀里，而且女子名声重于生命，怎么会拿名声诬陷她？他撞到的那2名女学生卿卿我我，他们担心他传播出去，便诬陷于他。他开除回家后，更是找人羞辱他，把他逼得自杀。这竟是如此吗？冯公子，你可愿意将你费时1年调查出来的真相，将证据整给徐院长看看？给他看有何用？他是非不分，害我父亲枉死。徐院长可为你父亲证明。像他这种黑白不分的老顽固，怎么可能公开认错？冯夫子若真是被诬陷的，我愿公开证明，为他证明。这是我截获的那2个女子的来往书信，上面详细的记录了他们如何诬陷我父。是他们的字迹，他们竟真的用名声诬陷父子，当真该死啊！我这便公开此事，为你父亲证明。若你真给我父亲证明，我就不要你的命了。徐院长命心里的官煞煞消散，命运已改。恭喜星君扭转一个人的命运，点亮自修星。此人命中沾染刑冲煞，煞气浓郁，命不久矣。周公子，你的头发这个月已经剪了8次，这次
应该是第9次。是啊，这2个月头发长得特别快，每次都剪到这儿，剪得特别短，可过不了几天又会长到极地。头发长得太快，会迅速消耗掉你身体的气血。是啊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最近感觉气血亏空，身体越来越虚。当气血消耗到一定的程度，便会一病不起，回天乏力。可我找大夫看，说我没得病，还让我多补补。你确实不是重病，而是中毒。中毒？怎么会有这种毒？而且我最近也没有乱吃东西，怎么会中毒？你妻子开有药铺，整日在药铺里熬制药材，对吗？对呀。你不会是想说是我妻子给我下的毒吧？不可能。2个月前，他让你连续吃了3天的燕窝，这毒便下在那燕窝里。是吃了燕窝，当时还觉得那燕窝有点苦，是不是坏了？没想到是下了毒。可是我跟我妻子相敬如宾，我也没做对不起她的事儿，为何要毒害于我？他并非存心要毒害于你，只是醉心于熬制药物，拿你试药而已。不可能，他精通药理，知道药的害处，怎么可能会加害于我？会不会问问他就清楚了。走吧。好。周寿，我是让你喝长发药，这药虽有危害，却并不会致死，我不会害你的。你明知这药有害，你还喂我吃，你拿我当什么了？你妻子把你当成了药人，你们成亲6年，她也暗里用你施药29次。不可能！他说的没错，我确实在拿你试药，这事周寿都不知道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你也是药师？我不是药师，我是星象师。我在星象上看到周寿的身体亏损严重，且积有毒素，若是再继续施药下去，将会一命呜呼。可是如果我不试药，我怎么判断这药的药效呢？我都要死了，你还只想着你的药？这药是我的命。药是你的命，那我的命呢？我的命就无足轻重了是吗？合理。好啊，反正你也不能试药了，合理就合理。周寿命心里的行冲煞消散，命运已改。恭喜星君扭转一个人的命运，点亮身修行。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，终于集齐27个星宿，还差最后1颗，我就可以修复星盘，回到天庭当星君了。此女子内心中善良朴实，会被骗聘礼，家破人亡。看来她就是我要改变的第28个人。王姑娘，你现在可是要给陆莹下聘礼，对吗？是啊，你是？我是星宿师。我从星宿上看到，你是家中独女，你父母希望你招个上门女婿，结果你看上陆莹，想举家之财迎娶她，但这陆莹并非良配。陆莹长相俊俏，风度翩翩，才识过人，怎可能不是良配？这陆莹5年间入赘4次，他这4任妻子皆意外身亡。不可能！他4次成婚，皆在官府中备有婚书。你若不信，我便带你到衙门中查看。王小姐，这位姑娘说的没错，陆莹已经成亲4次了。她是不是客妻？她不是客妻，她是以骗取女子嫁妆或者聘礼为生。不过过几日，便有之前她骗过的女子的家人来找上她。你若与她成亲，必会牵连，恐会惨死。这婚结不成了，不成了，不成了！王兰命心里的比劫煞消散，命运已改。
转一个人的命运，点亮整修星。多谢大师指点。哇！怎么回事？我的天哪！看看。哎呀！哇塞，姐姐成仙了！终于成了。恭喜京城新君，欢迎京城新君回归天庭。